你看我啊，我就这样甩一下手机，嘿，它就已经拍到了。从荣耀 Magic 3开始，我就一直有用过他们的各种新机。那今天我要拿到了新的 Magic 5标准版和至臻版。别说，如果以前的荣耀，我会考虑到它的名头酌情加分，那这代 Magic 5系列，那真的是实打实的优秀。先看一下这个外观，这代荣耀 Magic 5系列一样也是出了标准版 Pro 和至臻3个版本，但是和之前2代那可真是变化太大了。标准版的后盖镜头盖板周围微微隆起一点弧度，既不会太浮夸，有高级感，莫名觉得有点星际穿越的那种感觉。这就是个卡钢涂鸦的黑洞。标准版的手机推荐那些比较喜欢轻薄的小伙伴用。这次真正的主角至臻版的造型也很不错，当时看到泄露图的我心都凉了一半，结果真机是这个样子的。它去除了大部分藕断丝连的感觉，但是保留了一部分藕的味道，这样才知道你用的是至臻，是故意的。素皮的材质并不浮夸，但是中间还是有标志性的微微隆起，一点点的金丝圈也足够勾出商务的属性。相机的盖板不但是一体的，甚至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弧度，非常有质感。屏幕4曲面还升级了，相比上代两边弧度收窄，上下弧度加大。官方叫做悬浮流线4曲面设计，没有烦人的发绿发暗，手感又变好了。相信我，一定要去试试看没有贴膜的荣耀 Magic 5系列，绝对够爽。这次至臻用的是京东方的屏幕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尤其是今年的国产屏效果都很不错，素质好，关键是还更懂消费者，更愿意和厂商合作。你看这个至臻的屏幕，2160赫兹高频 PWM2848×1312的分辨率 ，LTPO 自适应刷新率，微棱镜增亮，全局亮度1300尼特，峰值最高亮度直接冲到1800尼特，要啥有啥。我自己实测的 sRGB 色差平均1.1已经是非常准的程度了。不过要说最惊喜的还是它的手动亮度，我当时随手拉了一下，咋这么亮？一测，好家伙，手拖到最高的时候，全白的画面都能冲到800尼特，绝对有第一梯队的水平。有没有喜欢自己拖亮度条的小伙伴？这回够用了吧？这种分辨率本来就在续航方面有优势，加上这次 Pro 和至臻版直接上到545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是啥概念呢？iPad mini 6也就5034毫安时，估计续航会很夸张。不过应该很多小伙伴就要说了，为啥非得要留着这个药丸啊？你看它好看吗？哎，先收声，看这个。人脸感知，它回来了。躺下，屏幕不会乱动；横屏，屏幕就会转过来，甚至在桌上转一下，都能转到你想要的位置去。哎，遥想 Mate 40的时候，我都是开着自动旋转的，没想到啊，居然我还有机会再用上。这么说，因为这一个功能，我都心动了。哎，等等，标准版也支持哎，这样安全。这次系统里面真的有很多小欧化很到位，比如说这个全局收藏，只要3指下滑就可以收藏到笔记里面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个小红书，我随便点到一篇文章里面，这里是有图文的嘛，但是我可以3指下滑保存一个笔记，它就存下来了，带着链接，然后每张图片都有存下来，文字也是全部 copy 下来了，就不用我一张一张的去翻图片，一张一张的去存，也不用自己去复制那些文字，就超级方便。微博没问题，小红书没问题，知乎没问题。而且你以为它只会收藏链接，它甚至还会把里面的文字、图片都排版好整理出来，还顺手帮你过滤掉了广告和评论。但是这还没完，好，抖音视频一滑，上面就会弹出来录屏按钮，录屏的过程中还可以加标签，到时候在笔记里面就可以打上批注。更细节的是，如果录屏的时候视频界面不是全屏，还会自动裁切。更细节的是，这玩意儿甚至不是录屏，你可以开着笔记一边打字一边录，完全不会挡到。就我好久都没有见到这种又实用又有点超出我想象的好活了。更简单的文档扫描也优化的贼到位，这也是我见过最稳健的之一。基本上那个框框就是吸在上面的，如果开个自动识别，手机举着直接翻页就能自动拍照。相机的界面还能识别得了弯曲文档。
再说夜间模式，我见过好几种，有的人是全天助眠模式，每次拿出手机来就跟糊了一层花生油一样；有的人是打死不开，主要是用着用着手机突然就变黄了，这感觉确实有点恶心。它的助眠模式会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一点一点的变黄，这样就不会那么突兀，再加上有高频调光，效果相当不错。类似这些小优化还有很多，无唤醒词的语音，好的。非常好用的大文件夹等等，而且这是我用过的唯一一台负1屏不卡的机子。诶，这是这些东西加起来，这是我这段时间用过的最舒服的系统，没有之一。真的不说要有什么特别炸裂的功能啊，就最基础的简单流畅，界面好看，这个做好其实就已经完全足够了。这代的相机其实也是相似的调调，主要还是体验优化了不少。主摄1.12英寸，用的还是1.6的光圈，也属于一流水准，长焦、超广角的画质都比较稳定。不过这次真正的重点不是亮，不是锐，而是快。相机界面左下角打开这个小人，就进入了精彩抓拍。看看这激活位置，不比某些放在超深的菜单里面好用。这个不是普通的运动模式啊，它有一个很骚的操作，就是心理延迟。很多时候你想要拍一个瞬间，但是人的反应或者说是按的动作并没有那么精确，手机就会 AI 一下分析你到底想要拍啥，理论上就能更准确的抓到你要的那一个瞬间。而且这个模式速度提升可太大了，大白天的速度大概是这样。就算是晚上都能连拍，而且是长焦都能连拍。而且我建议打开设置里面的自动抓拍选项，这个功能有多离谱啊！就是它只要识别到猫啊、狗啊跳起来之类的，它就会自动给你拍一张。你看我啊，我就这样甩一下手机，嘿，它就已经拍到了。我刚刚是什么都没有摁的哟，好可爱呀这一张。这个自动抓拍呢，还不会影响到手动的抓拍，相当于是凭空多了一层保底。而且再说了，你说这画质差吗？我觉得还挺好的呀。OK， 到这里整台机子也看得差不多了。这里我想说一些个人的看法。这代荣耀 Magic 5系列，我觉得才是大家真正会喜欢的一台手机。它没有追求很夸张的参数，不极致，但非常好用。要轻薄，标准版也可以上到16加512，187克加上5100毫安时的电池，屏幕造型还更好看。要旗舰水桶机，至臻版直接拉到5450毫安时的电池，甚至让我对荣耀后面的产品有了更多的期待。荣耀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品牌，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、足够的能力，而不是仅仅凭借着有5G 使荣耀大杀四方。这代的荣耀 Magic 5系列就很明显的看到了荣耀自己是有实力、有潜力的。作为一台足够优秀的手机，推荐给绝大部分的小伙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只要能维持住这个势头，我还真的挺期待的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